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做过一次赛博朋克边缘行者的视频，当时就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新资料片《往日之影》。终于，那个充满了叛逆与反抗精神的叶之城又回来了。我们永不消失。准备好了吗？烧成灰吧。 2020年发售的《赛博朋克2077》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毁誉参半的游戏。喜欢的玩家会认为剧情超神，代入感超强，叶之城超酷；但不喜欢的玩家就要说了，宣传片每次都做得那么好，实际玩起来真不是那回事儿。 别的不说了，我看这油画，我2023年买的新电脑，不开 DLSS 居然不能爽玩你这3年前的老游戏，简直离谱啊！不过这次《往日之影》是第一个 DLSS 3.5的游戏，如果你是40系的显卡，真生成开起来之后确实感知很强。这次 DLSS 3.5还有一个功能是光线重构，这个功能是支持全系列 RTX 显卡的，理论上开起来之后就能让光线变得更加写实，镜面反射的细节也会更清晰。具体的效果大家可以等9月26号自己上游戏试试看啦。虽然风评很对立，但不论是不是小黑子，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人都希望蠢驴工作室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叶之城的故事。于是，在游戏发售的3年后，我们迎来了《赛博朋克2077》的第一个大型资料片《往日之影》。 顶着大型2个字，不带来一些新内容，那可对不起这个来头。往日之影的体量大概要比之前53的实质新内容更丰富一点。在剧情里面，我们和荒坂家的爱恨情仇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这一次我们要干一条更大的，成为一名007一样的特工，为新美国的总统效力。哎，说到这里，有的小伙伴就会疑问了，那叶之城我之前也来过啊，那美国总统是哪来的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呢？确实，之前我们扬名立万的叶之城，虽然地点是在今天的美国啊，但实际上我们斗争的对象是一家日本的巨型企业荒坂集团。在赛博朋克的世界观中，人类在经历几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的影响力逐渐衰弱，像是荒坂这样子的巨型企业开始逐渐接管政府职能，而游戏中原本的美国政府成为了另一家与荒坂集团对抗的巨型企业军用科技的傀儡，就连美国总统也是由上一任的军用科技 CEO 来担任的，这就是新美国的由来。 所以说，这一次的故事更像是在主线之外对整个世界观的丰富。我们的敌人也不再是只手遮天的荒坂集团，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狗镇的统治者汉森。在这座位于叶之城太平洲西南角的新地图里面，汉森拥有着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连叶之城的警察 NCPD 也没有办法管到这里。每一次出入狗镇的时候，你都要经过防守森严的哨站和围墙。但要我说啊，这严密的安检检测的不是玩家危不危险，而是屏幕前的你有没有付费。 但新的主线剧情和地图嘛，只是这一次更新的一部分。毕竟游戏本体的故事已经非常优秀了，再好的剧情能比边缘行者更痛吗？所以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分为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付费才能体验到的新剧情、新武器、新载具等等，而另一部分官方将其称之为2.0版本。这部分的内容主打一个免费，放在别的工作室那边，游戏有问题续作再说吧，又不是不能玩。 但到了波兰人这里，可别忘了蠢驴这个爱称是怎么来的。虽然被叫做付费资料片，但实际上在这次更新里面，免费送的内容和付费的一样多。比如这个重做的专长系统，在原版游戏的后期，只要你们加点没有加在最弱势的流派里面，那完全可以在叶之城像个螃蟹一样横着走。所以这一次2.0版本，蠢驴直接一刀将原有的技能树全部砍掉，重新做了一个出来。比起以往技能里面单纯数值上的堆叠，新的技能树比之前要有意思了不少。 每一个点出来都能直接改变武器的玩法，比如这个技能点出来就能让你的充能步枪从发射子弹变成打出一道闪电，对敌人造成范围伤害。又比如这个武士刀的弹反技能，能够一下子让你化身原石，将敌人打过来的子弹全部反弹回去。再搭配这次技能树里面的各种突进、处决和飞跃攻击，你就能打出各种炫酷的操作。 这还仅仅只是一种流派的新玩法，在这一次的更新中，几乎每一种类型的武器都拥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技能树，而且仔细看看这技能图标，咦，这不是我们的老熟人吗？这下他们真的成为叶之城的传奇了。再比如这个新加入的载具战斗系统，对于原版游戏而言，也可以说是质的变化了。其实，在游戏最初的实际预告里面，就为我们展示了一段紧张刺激的追逐战，但那一次是我们好基友在帮我们开车，而我们呢，只能坐在副驾当一个人形炮塔，让我们
自己一个人出门的时候被敌人开车追了的话，那就只能像一个过街老鼠一样，一边挨打一边乱窜。但这一次，我们不仅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用手里的武器还击，还可以像007里的邦德一样，开着一辆武装到牙齿的酷炫战车，一路横冲直撞的冲到目的地，而且完全不用自己瞄准。毕竟都2077年了，然后这件事也很正常吧。在这样一番堪称重做的更新操作下，赛博朋克2077在2.0版本的游戏体验变化可就太多了。别说去玩资料片的剧情了，我现在就想上号把后面再烧一遍。所以边缘行者的那一首 Deathfire 真的太酷了。不过虽然说是重做，但与其说是质的飞跃，倒不如说是量的提升。因为不论是游戏本体还是资料片，它原有的那些特点是一点都没有落下。就比如说我在游戏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场景，但因为涉及小小的剧透，现在不能放出画面素材，或许过几天你就能看到我们补充的画面了。不过现在需要屏幕前的各位发挥一点想象力，在游戏中我扮演的 V 需要和一个神秘人接头，坐在广场上的我们还没来得及扭头，就被一把枪顶在了腰上，谨慎的接头对象告诉我们不许回头，敢动就一枪崩了你。嘿，你这一说我可就来劲儿了。我说我要是一动不动的话，那我不是王八吗？结果在不听劝的扭了2次头之后，我直接被这个接头人打晕扛走了，并且游戏的剧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你很难想象，在夜之城的各种任务线里，你的这种叛逆不仅会被制作组考虑在内，甚至他们还能让剧情顺着你的叛逆继续演下去。作为一个 RPG 游戏，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的路线选择，每个玩家才能真正扮演那个属于自己的 V， 这才是角色扮演的意义所在。不过要说缺点嘛，也还是有的。现在的游戏体验和之前相比，高情商叫原汁原味，低情商叫根本没改。虽然在经历了3年缝缝补补之后，游戏早已不是首发时的模样，但事实上，直到今天，它的 bug 还是多到随处可见。虽然没有像黑梦这种影响玩家的恶性 bug， 但时不时可以看到路人卡进墙里，还是有点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赛博朋克嘛，这很合理。那么最后，如果让我来总结这一次资料片的意义，那么不论是首发时赛博朋克2077的不完美，还是边缘行者里大卫奋不顾身冲向荒坂塔的故事结局，遗憾2字始终贯穿着这座夜之城。但正是因为这份遗憾的存在，玩家们才会对这次的新故事如此关注。按照官方的说法，《往日之影》将会是赛博朋克2077的最后一个资料片，夜之城的故事到这里也将告一段落。所以，假如你是一位想要入坑的小伙伴，那么与首发相比，3年后的今天可能才是走进这座夜之城，感受赛博朋克魅力的最好时刻。但假如你是一位老玩家，想要向这座迷人的夜之城来一个正式的道别，那么往日之影或许就是向他说再见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感谢他曾经为我们带来过一段段独属于赛博朋克世界的美好回忆。嘿 V， 咱们走吧。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来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